你能想象吗？在没有蓝牙、没有 YouTube、没有 AirPods 的年代，一个小小的塑料盒子就能让全世界的人一边走路一边听音乐，还能装出一副别烦我，我在听歌的酷样子。没错，这个神器就是 Sony 的 Walkman。它不只是个随身听，它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是人类第一次把音乐带着走，这件事变成日常。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从日本红到全世界的神级产品，它是怎么从一个没人看好的怪点子，一路变成文化图腾的。故事要从1970年代的东京说起，那时候的 Sony 其实已经不是小公司了，他们靠着晶体管收音机、黑白电视机、卡式录音机，早就打出了日本科技的名号。但接下来 Sony 的高层遇到了一个麻烦，董事长盛田昭夫的工作狂搭档井深大是个超级爱坐飞机的人，而每次长途飞行他都想在飞机上听音乐，可是那个年代的随身音响不是太大声就是太大台，于是他向团队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能不能做一个专门用来听卡带的随身播放器，而且不能录音只能放歌。当时的工程师一听啊，你要做个只能放不能录的卡带机，这不等于把功能减一半吗？但盛田昭夫却眼睛一亮，这主意不错啊。虽然盛田昭夫是主要的推动者，但 Walkman 的雏形也得益于当时 Sony 工程师们在既有产品 Pressman 上试验的创意，但这个提议在 Sony 内部其实引发了不少争议。研发部门觉得你们疯了吗？市面上卖的好的录音机功能越多越好，你现在反而砍功能，不录音不喇叭就一耳机播放器，这根本不会卖。销售部门更反对，我们花这么多资源推广 Pressman 录音机，现在你们要做个不能录的，这不是砸自己招牌？而 Sony 联合创办人盛田昭夫则是少数支持的声音，他反而说，你们想反了，我们不是在做器材，我们是在改变人们听音乐的方式。据说这场会议最后是盛田一锤定音，才让 Walkman 这个疯狂想法有了实现的机会。 Sony 决定大胆试试看，他们拿了一款现成的录音机 Pressman， 把录音功能全部砍掉，喇叭也拆掉，只留下耳机输出，然后做成一个更轻更小更便宜的版本。工程师们当时面临的挑战不只是减法，更是极限的压缩。想象一下，要在那么小的盒子里做到高质量的播放，简直是黑科技。为了让 Walkman 变得更轻更省电， Sony 工程师们做了几项关键的技术突破。一、超薄马达，他们使用了全新的超小型 DC 马达，不仅体积比传统马达小了1/3，耗电量也大大降低，才能只用2颗 AA 电池就支撑长时间播放。二、机芯抗抖，随身听最怕的就是走动时声音抖动或跑调， Walkman 在机芯内部加入了独特的减震和稳定系统，让音乐不会跳舞。三、高效率播放头，他们优化了卡带的播放磁头，确保即使在快速转动下也能读取到更清晰的立体声音质。这种为了极致便携而优化一切的思路，才是 Walkman 能够真正把 Hi-Fi 音质带出客厅的关键。 Walkman 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它所依赖的载体卡式磁带 Cassette Tape。 相比笨重且昂贵的黑胶唱片，卡带是完美的移动音乐载体。第一是极度便携和可更换，卡带小巧轻便，你可以轻松带着一整盒卡带出门，每天更换不同的歌单，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第二是经济实用，卡带的成本远低于 LP 唱片，更重要的是你可以用家里的录音机自己录制电台节目，从朋友那里拷贝音乐，这极大的降低了个人音乐消费的门槛，是真正的音乐民主化。这种硬件便携加上载体经济的双重优势，让 Walkman 成为了全民负担得起的时尚。他们甚至为了让音乐变得更私密，还设计了双耳耳机。要知道，虽然双耳耳机早已存在，但 Walkman 附带的这款轻便型双耳耳机 HF7 MDR3L2 是革命性的，它让立体声体验首次能够随身携带，而不是只能坐在音响前。这个新品在1979年7月1号正式登场，名字就叫 Walkman。 Walk 走路加 man 人，走路的人，听起来很简单，但这名字很快就会变成全世界走路听音乐的代名词。但是刚开始并不顺利，你一定想不到，一开始 Walkman 的宣传重点根本没人听懂。Sony 在广告里拼命讲个人音乐空间，
声音私密性。结果观众满头问号，你这是什么神秘科技？更尴尬的是，有人以为 Walkman 是听力障碍用的工具，因为它只卖耳机不卖喇叭。当 Walkman 的初始销量不如预期，宣传效果不佳时，盛田昭夫没有坐等，他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胆，甚至可以说是高调的营销策略。盛田昭夫亲自邀请 Sony 的年轻员工，让他们人手一台 Walkman， 并要求他们带着它在东京最繁华的街道上行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甚至在办公楼里走动。他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在广告里解释它是什么，不如让它成为一种潮流和现象。这种病毒式营销在那个年代是前所未闻的，很快引起了路人和媒体的注意。为什么这些人都在听歌？他们在听什么？盛田昭夫还规定 Walkman 的宣传必须突出自由和个人主张，比如那张经典的 Walkman 广告图，一个女孩穿着溜冰鞋戴着耳机在街头滑行。她卖的不是机器，而是你随时随地可以逃离世界，进入自己的音乐宇宙的权利。正是这种高明的文化营销，才让 Walkman 在短短几周内销量实现惊人的逆转。不过很快市场自己给了答案，学生们、上班族、地铁族，他们发现这东西也太实用了吧。 Walkman 的成功还搭上了另一个时代的浪潮，1980年代的全球健身热潮，突然间人们开始在户外跑步、骑单车做有氧运动，但谁想听着收音机里嘈杂的广告运动呢？ Walkman 的出现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一边慢跑一边听着自己卡带里的 Flashdance 或 Eye of the Tiger， 让自己仿佛置身于 MV 中。这种音乐激发运动的个人体验是 Walkman 才带来的。有趣的是，早期的许多 Walkman 用户都是为了运动而购买的，这促使 Sony 推出了像 WMF5 这样的防溅水高抗震机型，将 Walkman 和运动生活方式彻底绑定，让它不只是通勤工具，更是活力和健康的象征。以前听音乐要搬着录音机，要插电源，声音还吵到别人。现在不一样了，只要插上耳机，随时随地走到哪听到哪，感觉自己就是电影里的主角。有趣的是， Walkman 还无意中开启了耳机文化的潮流。在那之前，人们听音乐都是用音响放出来的，声音是共享的。 Walkman 之后，街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人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那种我在听歌，请不要打扰我的氛围，第一次变成一种态度。有人说，这也是后来 AirPods 无线耳机盛行的前传。音乐不再是给大家听，而是给我听的，销量开始暴涨。第一批 Walkman 预计卖5000台，结果1个月内卖出3万台。 Sony 才意识到这不是个小众玩具，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从1980年代开始， Walkman 正式成为全球热销品。 Sony 趁热推出各种变种版本，有彩色的、金属壳的、薄型的、防水的，甚至还有带反转播放的。什么是反转播放？就是你不用拿出来翻面，它会自动把另一面播出来，这在当时已经是黑科技了。而且他们还会针对不同族群出特别版，比如女生日系风格学生用轻巧款运动用防汗版，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 Walkman。 Walkman 不只是一个产品，它变成了一个时尚配件。你会看到街上年轻人穿牛仔裤，戴墨镜，挂着 Walkman， 甚至连耳机上的彩色泡棉耳罩都成为了一种辨识度和潮流感，就像现在的人会戴 AirPods 一样。媒体甚至说 Walkman 不只是 Sony 的产品，是整个80年代的声音。但问题也开始浮现，首先是竞争， Panasonic、IY、JVC、Philips 全部跳出来做随身听，而且大多比 Walkman 便宜。 Sony 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们打出一个新的核心价值，技术感加高质量。 Sony Walkman 的机器永远比对手更薄，声音更轻，功能更创新。比如他们在1983年推出 Walkman WM10， 通过革命性的推拉设计，让机身收纳后比卡带盒还小，号称是可以放进衬衫口袋的随身听。结果大家一看，真的只有卡带盒大小，这根本就是极限压缩工艺啊！甚至有一款超扯的 Walkman 叫 WMF5， 它是防水的抗冲击的主打运动专用，看起来就像一颗橙色的砖头，但这颗砖头在冲浪、滑雪、骑单车圈里变成一种潮物。 Walkman 的魅力不只靠音质，更靠一种生活态度。不管你是谁，在哪里，你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音乐时光。
1980年代中期 Walkman 的年销量冲破1000万台， Sony 还专门为 Walkman 做了全球广告站，主打 slogan 是 Walkman, the sound of the 80s。 这句话几乎成为 Walkman 的精神口号。不过有一个小插曲你可能不知道， Sony 原本并不打算把 Walkman 这个名字推向全球，他们曾经想在美国叫 Soundabout， 在英国叫 Stowaway， 在澳洲叫 Freestyle， 但最后所有名字都失败了，只有一个名字越传越广， Walkman。 是市场自己告诉 Sony 不要乱改啦，这个名字已经是一个文化现象了。不过真正的挑战还没到来，进入1990年代，一个可怕的对手悄悄出现了， CD 的音质更好，不用翻面，还不会卡带。 Sony 也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于是他们推出了 Discman， 也就是 CD Walkman， 试图延续随身听的辉煌。但这时候的 Sony 开始陷入一个技术两难，一边是还在用卡带的人群，一边是跳槽到 CD 的人， Sony 必须两边都照顾，这也让他们的产品线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在这个时间点，新的音乐格式 MP3 也开始蠢蠢欲动，这对 Walkman 来说简直是末日警报。但进入1990年代，风向变了， CD 来了， MP3 来了，网路来了，而 Sony 突然显得有点手忙脚乱。我们先从 CD 说起。1990年代初， CD 逐渐取代卡带成为主流音乐载体，音质好，不用倒带，不怕卡带，一张 CD 还能烧录自己喜欢的歌单，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早期版的 Spotify？ Sony 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推出了 Discman， 也就是 CD Walkman， 名字虽然换了，但消费者还是叫它 Walkman。 而 Discman 的确也延续了 Sony 的优势，体积更小，读碟更稳，还有防震播放技术，你走路的时候 CD 不会跳帧，这是 Sony 的专利。但问题来了， CD 播放器本身比卡带机贵，而且 CD 一开始也不便宜，不能随便拷贝，又怕刮花，导致有些人反而退回去用卡带。 Sony 为了两边讨好，产品线变得越来越杂， CD Walkman、MD Walkman， 双卡录放收音卡带、内建电池、可充电电池，你看到这些名字都头晕了对吧？消费者也是。而就在 Sony 还在跟 CD 打太极时，另一个真正的终结者悄悄现身，他的名字叫 MP3。 MP3 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种数位音乐格式，它能把一整张 CD 的音乐压缩成只占几 MB 的档案，还不会太影响音质。这表示你再也不用带一大袋卡带或 CD 出门，只要一个小小的数位播放器，就能带着几百首歌走。这不就是 Walkman 当年宣传的随身听精神的终极进化吗？重点来了， Sony 其实拥有 MP3 技术，他们的子公司 Sony Music 就是全球最大唱片集团之一，但偏偏他们拒绝支持 MP3， 为什么？因为怕盗版。 Sony 高层认为 MP3 太容易被复制共享，会伤害音乐产业，所以他们推出了一个自家格式 ATRAC， 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没错，就是那个被网友戏称为只有自己听得懂的音档。 Sony 推出了 NetMD 数位随身听，还搭配极为复杂的软件 Sonic Stage， 你想传歌，对不起的，先转档注册授权，而且格式还是 Sony 自家的 ATRAC。 Sony 的反盗版战不仅是格式之争，也是硬件和软件的内耗。在 MD Mini Disc 时代， Sony 将 ATRAC 格式作为核心，但他们最致命的错误在于数字版权管理 DRM 的过度复杂化。当 iPod 和 iTunes 让你轻松拖拽歌曲时， Sony 的 Sonic Stage 软件却要求用户在电脑上将音乐 check in 登记到播放器，再 check out 注销回去。这套系统不仅操作复杂，软件经常崩溃，而且用户无法将歌曲轻易分享给朋友。这种恐惧盗版胜于取悦用户的心态，成了 Walkman 数字化转型的巨大绊脚石。 Sony 把 Walkman 从一个自由的象征变成了一个充满限制的设备，而这正是用户最终抛弃它的根本原因。 Sony 对格式的固执还延伸到了用户体验的全面失败。 iPod 的革命性不仅在于 MP3 格式和容量大，更在于其点对点的极致简洁操作哲学。苹果提供了 iTunes 这个统一的操作直观的软件，实现了音乐管理和播放器同步的无缝对接，用户只需一根线就能将音乐拖拽进播放器，即插即用。
而 Sony 的复杂系统让用户在买下 Walkman 之后，还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学习如何使用软件，解决格式兼容问题。当 Walkman 仍然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精密复杂的硬件时， iPod 则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简单高效的音乐服务平台。这场竞争已经从硬件技术彻底转向了用户体验和生态系统的较量，而这时候苹果出手了。2001年第一代 iPod 登场，宣传语只有一句：1000首歌放进口袋。没有卡带，没有 CD， 没有专属格式，没有授权程序，就是打开丢歌听歌。用户一听都疯了，连 Walkman 用户都说这才是真正的随身听。而 Sony 呢，还在努力推他们的数字卡带机，如 NetMD、自研文件格式 ATRAC 和在线音乐商店 Connect Music Store， 结果全部失败。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那年圣诞节美国电器卖场的 MP3 区，一边是 iPod 的热销断货，另一边是 Sony 播放器原封不动的躺在角落。Walkman 这个品牌正是跌下神坛， Sony 从一个定义随身音乐的王者，变成了数位音乐时代的旁观者。 iPod 的辉煌你我都知道，而 Walkman 被年轻一代完全遗忘了。不过在 Walkman 品牌彻底躺平之前，它曾在另一个战场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品牌转移和挣扎。即使在 iPod 席卷全球的2000年代中期， Walkman 也没有消失，它以 Walkman Phone 的形式植入了 Sony 和 Ericsson 合资的手机公司中。2005年推出的 Sony Ericsson W800C 等 Walkman 手机系列，将音乐播放功能作为手机的核心卖点。它们拥有专门的音乐按键、更好的音质芯片和耳机，甚至机身通常是 Walkman 标志性的橘色。对于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的用户来说， Walkman Phone 是一种体面的妥协，它既能打电话，又比 iPod 更时尚，更具索尼的品牌调性。在功能机时代， Walkman Phone 在全球卖出了数千万台，是 Walkman 品牌在数码时代最后的辉煌和自救。然而随着2007年 iPhone 的问世，这种功能型手机的音乐专业化路线也迅速被智能手机的集成化所取代。 Walkman Phone 最终也未能阻止品牌边缘化的命运，但它证明了 Walkman 的精神符号确实能在不同产品形态中延续生命力。但故事还没完，进入2010年代，一个新现象让 Walkman 有了奇迹般的第二人生，那就是复古风。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怀念实体感的东西，这股复古风并非空穴来风，在经历了数字串流的便利和虚无之后，年轻一代开始反思音乐的意义。他们渴望一种触手可及的音乐体验，渴望仪式感。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黑胶唱片和卡式磁带的销量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增长。他们提供了一种串流音乐无法给予的实体美学和收藏价值。 Walkman 作为卡带文化的标志性符号，自然也加入了这股浪潮。它提供的模拟音色和操作感，对于听腻了数字文件的耳朵来说，反而是一种独特的温暖和治愈。它不再是科技产品，而是一种对抗快餐文化的文化宣言。有人重新收集磁带，有人开始玩黑胶唱片，有人追求模拟音色。这时候 Walkman 突然变得酷起来了，而 Sony 也没放弃这个品牌，他们做了一件超聪明的事。既然你们喜欢复古，那我就做最奢华的复古随身听。 Sony 推出了 NWWM1 系列高解析音质播放器，主打 Hi-Res Audio， 使用顶级 DAC 解码器，金属机身平衡输出，一台售价上万元台币。你没听错，一台 Walkman可以比 iPhone 还贵。如果你觉得几千块已经够夸张，那么 Sony 在2016年推出的 Walkman NWWM1Z 昵称金砖更是把这个信仰推向了极致。它使用了高纯度无氧铜机身，表面镀金目的不是为了炫富，而是为了屏蔽电磁干扰，优化音质。它的价格轻松突破8万元台币。现在的 Walkman 已经不是一个大众消费品，它变成了一个为极致而生的奢侈级音响系统。它放弃了对速度和便携性的追求，转而追求最纯净、最忠实的音乐还原。这种从带着走的音乐到严肃的音乐聆听的转变，恰恰是 Walkman 这个品牌对音乐忠诚度的最佳体现。这些人追求极致音质，不听串流，自己收藏无损音乐档。Walkman 变成了他们的信仰机，甚至还有人会说一句
我买 Sony Walkman 不只是为了听音乐，是为了认真听音乐。其中最被玩家们追捧的一款是1989年推出的 WMDD9。这台 Walkman 不仅用上了 Sony 最高阶的金属机芯，它还采用了 Sony 独步的10音直驱 Disk Drive， 简称 DD 技术，保证了转速的稳定和低抖晃率，被誉为随身听界的劳力士。现在市面上完整良品的 WMDD9 价格已经炒到近4万元台币，而且还得排队找师傅维修，甚至有专门的玩家社群汇聚在一起炫技行聊音质比收藏，比谁的 Walkman 最赞。这种程度的热情不只是因为机器好，更是因为它承载了一整个世代的情怀。而对于年轻人来说，有人把 Walkman 当成穿搭配件，一条耳机线，一台随身听，配上宽松卫衣和复古球鞋，就是一种 Y2K 美学。Walkman 再次走红，不过这一次是以经典品牌的身份， Sony 也乘胜追击，开始推出复刻款纪念版，还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有趣的是，现在的 Walkman 其实早已不再使用卡带，它只是一个音乐播放器，但那个能带着走的音乐世界的精神依然保留着。而你现在在eBay上搜 Walkman， 你会发现就机型价格疯狂上涨，甚至还有人花几千块去修复一台20年前的老 Walkman。Walkman 变成了一种态度，一种我要自己选择听什么、怎么听、在哪听的自由象征。你说它是科技产品，它早就被更新换代，但你说它是文化图腾，它却还活着，活在音乐迷的心里。从1979年第一台 Walkman 问世，到现在已经过了40多年，它经历了辉煌低谷、遗忘与重生。它不是最强的随身听，却是改变了全世界听音乐方式的产品。而这段故事也许会继续写下去。最后想问问你，你还记得自己人生中第一台 Walkman 长什么样子吗？留言告诉我吧。